阿条，把燈關了。牆上那個按鈕，你按一下。有時候我真的感覺八頭就不像一隻貓。正常貓感興趣的東西，它都覺得沒意思。別的貓都在忙着吃東西呢，它在後面盪秋千。然後它還老想嘗試人吃的東西。給我也嘗嘗。貓不能吃啊，你吃了拉肚子，我跟你說。你吃完必死無疑。你吃完必死無疑。我吃了。重點是它現在行為邏輯開始逐漸人化了。前兩天打掃衛生的時候，吵吵不小心溜進來了。他先是去用了八條的貓砂盆，然後又吃了八條的貓糧。八條在旁邊看着可生氣了，但在他開揍之前還不忘先說一句。揍完回來，他還不忘把剛才吵吵用過的貓砂盆給再清理一遍，就好像有點潔癖似的。而且八條是真的會吸貓啊，他可能真的把圖图当寵物了，每天抱着各種吸。八條，你不会真把自己當人了吧？啊？是的。啊？我給自己放了1周的假，回來以後院裡的貓都圍着我要獵物，他們覺得我出去狩獵這麼多天，應該帶了很多好吃的才對。小胖找我要了根磨牙棒，要到以後就立馬不理我了。小胖，真是個臭狗。相較之下，八條的想法就明顯要多很多。臭八條，你想我了不？爸爸，咋的啦？爸爸出去太久了，想爸爸了是不是？臭猫，那爸给你拿好吃的好不好？谢谢。要出去玩。好。你意思是我要心疼你，以後出去玩带上你是吗？臭猫！明显我這次出去太久了，八條生怕我再跑了，不管我在哪兒，他都得過來看着。臭貓，你可是待會兒你真變成臭貓了啊！幹嘛？爸爸！叫爸爸幹嘛？什麼意思啊？聽不懂哎。你是想摸摸嗎？過來我摸摸。好，不逗你了，你吃吧。臭猫。当然你只能吃這一根哈，不然你吃多了又不好好吃飯，聽見沒有？好的。吃完後，吃完了沒有了，那貓条袋子我都扔了。怎麼樣？我沒騙你吧？你別看我，說好了只吃一根啊。現在天氣越來越冷，院裡的小家伙都躲在貓屋裡吹空調，但是外面還有很多毛孩子連飯都吃不上。八條，把你掙的貓糧分一點給外面的貓好不好？好的。你都不猶豫嗎？啊，這麼乖啊？開了1個小時的車，我們終於到了救助基地。出於安全考慮，我跟小智就沒有帶上八條。這邊我們先看到的是臨時區，一些小家伙被暫時的安頓在這裡。咪咪，這裡的每一個小家伙都有一段屬於他們的故事。這邊的這群貓咪是主人租房子到期以後遺棄的，房東打電話到救助站，等人過去的時候，他們已經餓得不會動了。救助站原本只有20多隻貓，但是今年一下暴增到了100多隻。並且當中有很多都是殘疾，這大概率和今年網絡上發酵的事件有關。有一些人心裡的惡魔趁機覺醒了。這裡還有一些獨特的小家伙，他如果不是遇到了好心人，恐怕就變成了別人脖子上的圍巾、大衣上的衣領了吧。
新送来的这只狗狗，它同小区的其他狗都被打死了。好心人看它懷了孕，就給它送了過來。它身邊的這群小狗都還沒有睜眼，如果沒有了媽媽，恐怕也活不下去。往救助雞蛋去的路被鄭州720的大水給沖垮了，我們只能從旁邊的小路繞行，走了大概10幾分鐘。剛到基地就看見有2個大姐在照顧這些小家伙，他們都是志願者，有空的時候就會過來幫助這些毛孩子。他們甚至還用水果外面的包裝給這些毛孩子做了很多小玩具，還做了很多簡易的貓窩，讓他們不再受凍。所以啊，這世界雖然千瘡百孔，但總有人在縫縫補補。基地的主人叫三好，他和我們分享了一個小故事。視頻裡大家能看到，這裡的地勢並不高。當初鄭州720發大水，沖斷了大路，淹了附近的村子，但路過基地的時候卻分了叉，一上一下剛好繞開了這群毛孩子。可能老天也不捨得這些小家伙泡在冰冷的水裡吧。三好還很高興地告訴我們，他當時來基地，水太大了，導致他摔了跤，暈倒了。但是當他醒過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躺在路邊，身上連一點傷都沒有。我想一定是毛孩子們在保護他吧。基地裡有這麼多毛孩子，最缺的就是糧食。上次我們直播的時候發起了一個點讚捐貓糧的活動，大家一共給我們點了500萬的讚，所以我們會和寬福一起捐贈1萬斤的貓糧。這一批先給他們運過來了3000斤，有了這些貓糧，這些小家伙這個冬天起碼不會挨餓了。以前看《飛屋環遊記》的時候，特別喜歡那個會飛的房子，所以我打算做一個屬於貓咪的氣球小屋。搭小房子的時候，院裡的貓是輪流過來搗亂，還把零件給我弄得到處都是。然後搭着搭着，我就發現有的材料找不着了。阿條，你看到這上面的小木棒沒有？這少了一個，你就給我找找去。好嘞。找到了嗎？在這底下呀。哎呦，你掏了啥一堆毛？短短給找出來了。零件都找回來以後，小屋很快就搭好了。不過現在還差非常關鍵的氣球。考慮到安全問題，如果用真的氣球，萬一爆炸就會嚇到貓咪，所以我專門找工廠定做了一堆彩色的塑料氣球，需要用鋼絲把它們一個一個綁起來，然後再固定到一起。最後還要在小屋的屋頂上鑽一個洞，再把這些鋼絲從洞裡穿進去，調整一下氣球的位置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做好以後，喵們全都圍過來了，看來他們還是很喜歡這個氣球小屋的。然後我給小屋挑了個合適的位置，這個臭八條賴在上面一直不下來，把別的貓全都給熬走了，然後他又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兒等我給他拍照，真是個顯眼包。想吃東西啊？叫爸爸，快點。爸爸。對。你倆，一個天天喊餓，一個天天要出去玩，可是給我安排明白了。本來我就很無語，結果一進院子我就更無語了。天哪，瑤瑤，你在幹嘛？我要曝光你，這小管家背地裡居然喝小胖的奶。真丟人。可能是瑤瑤看我嘲笑他，生氣了。他當天下午就從跑步機側面的圍欄翻出去了，而且這個跑步機也不知道被哪個臭貓給當成廁所了。那慘不忍睹的樣子，我只能把它給報廢了。一邊打掃，我一邊在琢磨，這個地方啊，看來還得放貓砂盆才行。但是下雨天呢，這貓砂肯定會淋濕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在這裡搭一個小雨棚，這樣呢又能擋雨，又能防止瑤瑤再翻出去。然後幹活的時候我就在想，大家現在是真厲害，都會預測我的視頻內容了。感覺這個瑤瑤就是天天在院子裡找 bug， 然後呢，我天天在那修復 bug。因為這邊是有圍欄的，所以雨棚的架子我只需要搭半邊就好了。框架搭好以後，再用木條把它跟圍欄連接起來。右邊的框架呢會比左邊的圍欄稍微高一點，這樣呢下雨的時候雨水就能流到院子外面去了。框架搭好以後，再把陽光板給固定到框架上，這樣就算完成了。這回呢，這個區域就又能擋雨，又能防止瑤瑤翻牆，然後再放個貓砂盆，就省得小橘子過來亂拉了。哦，等到晚上瑤瑤回來了，第一件事就過來研究了一圈，發現翻不出去，然後他就放棄了，看看他下次還能找到什麼新路線吧。今天給院子裡的喵們做了個豬食槽，
院子裡現在猫太多了，尤其这几个小橘子搶飯特別厲害，貓碗都被他們弄碎了好幾個。市面上找不到合適的大碗，所以我就打算親手做一個。第一步，先把找來的大竹子用手掰成2半。這根竹子太長了，要用工具給它截短一點，不然桌子上放不下，而且以後清洗起來也很麻煩。長度現在是合適了，當它像個不倒翁一樣來回晃，貓糧肯定會灑出來，所以我就在兩邊固定了木條，這回就不會亂動了。然後再給它裡裡外外都用火烤一遍，就不那麼容易發霉長蟲了。最後呢，再用高壓水槍狠狠地沖洗乾淨。不得不說，這烤完的竹子一股炒米味兒，聞着就很有食欲。折騰了半天，小橘子們已經等不及要試試這個新碗了。天然的竹筒碗必須得搭配天然的鮮肉貓糧，這個蘭氏的乳鴿烘焙糧有91%的鮮肉含量，跟直接吃肉都沒什麼區別了。而且裡面一包就有3隻乳鴿，還是甜甜圈的設計，適口性很好。看他們在這埋頭幹飯，我突然就感覺特別像小時候家裡餵豬的那個食槽。都說橘豬橘豬，這回是真給他們當豬養了。等他們都吃飽了，瑤瑤也回來了。聽鄰居說啊，總看到他跟一隻小母貓在一起，怪不得天天不着家，一回來倒頭就睡。阿條，今天木木揍你了是不是？疼，給你揍疼了是嗎？臭木木是不是？太壞了，我就揍他好不好？我幫你揍他，我給你開個罐罐哄哄你好吧？臭貓，等會給你看。這個木木現在好像更年期了，脾氣特別臭，別說打貓了，狗在他旁邊都害怕。然後他打架把自己打斷了3顆虎牙，醫生說斷的牙髓都出來了，得拔牙，不然很容易發炎。正給他見病歷呢，這個臭木木趁我不注意把醫院的網線給啃斷了。我看他這個牙是不拔不行了。從醫院回來，他就剩下1顆虎牙了，這回該老實了。現在家裡面14隻貓，1隻狗。之前厚臉皮子的尾巴被人打斷了，大嗓門子、口炎、滿口拔牙，還有8條出去玩被咬傷了胳膊。每次去醫院都很肉疼。帶木木從醫院回來以後，我媽就讓我幫她搬東西，然後8條看我忘了給她弄罐頭，就故意湊到我旁邊吸引我的注意力。被我罵完，他就很生氣，一轉頭他看到圖圖也在湊熱鬧，但圖圖沒挨罵，就更生氣了，就跑過去罵我，真是氣死我了。你罵誰去條啊？這個臭8條的戲真的太多了，他是一點都不會虧待自己。今天準備把貓咪水院的這個區域給升級一下，院子裡的貓都特別喜歡待在這邊的桌子上。之前下大暴雨，然後他們來不及進貓屋就被困住了，所以我打算在這個地方搭一個能遮雨的亭子，先把這邊的桌子和椅子都給搬走，然後把地台給裝上。這個臭8條特別喜歡湊熱鬧，賴在上面一直不下來。買這些材料的時候，店家跟我說這個亭子搭起來很簡單的，就擰擰螺絲就好了。然後我還真就信了店家的鬼話，那裝亭子時我真就無語住了，確實是擰擰螺絲就好了，但是有幾百個螺絲要擰啊，我是從下午一直擰到了晚上。好在這個擰螺絲的過程還是挺解壓的。這個臭8條生怕我們工作不認真，還要跑過來當監工，把頭都湊到旁邊盯着我們擰螺絲。亭子的頂裝起來是最費勁的，因為木板特別重，要好幾個人一起抬才行，而且抬上去以後人還得爬到頂上去固定。這個過程當中我就感覺自己像個大猴子，而且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，怎麼就這麼好騙呢？店家說好安裝這種鬼話我也能信。最後一步是安裝秋千，安好了8條第一個就跑過來試試。8條你也太醜了吧，他是真的很會享受，趴在上面我還得在旁邊給他搖。幹了10個小時的活，院子裡貓也都餓壞了。然後這個臭小智，我幹苦力的時候他就躲起來，等到給貓咪餵罐頭增進感情的時候他就趕緊跑出來了，真是太狗了。給他們的罐頭裡還加上了這個 VK 的磷蝦油，因為貓比較多嘛，就多按幾磅，讓他們分着吃。磷蝦油的吸收率和適口性都比魚油要好很多。咱們院這14隻貓1隻狗每天都在吃，毛長得都很好，掉毛量也少很多，摸着也都特別順。這幾個小橘子在這邊吃這麼香，然後小胖就在旁邊委屈巴拉的趴着。咋的啦？我也給你開個罐罐好吧，給你開罐罐，走。給小胖的罐罐裡也加2顆磷蝦油，對心臟好。
不得不说，这橘貓是真的能吃啊！他们把自己碗里的吃完，就立马又跑过来抢小胖碗里了。八条呢，还是对秋千更感興趣，沒事他就跳上去趴着，然後吵吵還會跑過來給他推，這畫面真的太好玩了。瑤瑤看見八條盪秋千那麼舒服，就在旁邊排隊也想玩。瑤瑤，你在這排隊呀？啊！結果這個臭八條賴在上面一直不下來，給瑤瑤都等困了。最後連小胖都跑過去排隊了。小胖，你對自己體重沒點數嗎？你上去秋千都得塌了，別搶了。大嗓門子前2天不是偷跑出去了嗎？我一直在小區裡找他。大嗓門子，但他看見我就跑，而且他躲在草叢裡不出來。這種情況我只能試試看讓八條幫忙了。八條，你幫我把大嗓門找回來，我給你開罐子，給你開2個。一出門，八條就在那左右看，確定了大概位置以後，就開始帶着我找。其實我本來沒抱什麼希望的，因為找到倒是不難，但他躲着我，一直在草叢裡也不出來，我總不能讓八條幫我把他抓出來吧？八條，你是不是搁這磨洋工呢啊？大嗓門在草叢裡面，你是在大路上晃悠，能找到他嗎？哎，是不是大嗓門在叫？他出來了。那會兒我是真的震驚了，貓咪之間肯定是能傳遞什麼信息素的，所以我怎麼叫都沒用。那八條一過來，它就出來了。緊接着呢，大嗓門子就走過來，對着八條，好像是在交流什麼。他倆交流完，大嗓門子就跑到我面前的井蓋趴下了，感覺是要跟我談判。不過我是真搞不懂他的意思。他看我聽不懂，就帶着我往一個方向一直走。幹嘛呀？我感覺他在帶我走路似的。幹嘛呀？他好像在帶我往哪兒走。啊？哪裡？哦，那不是我們餵食的碗嗎？餓了是吧？是餓了是嗎？這回我才明白，他應該意思是我給他弄了好吃的，他才願意回來。回了院子以後，他就在屋頂上等着，然後我就給愛心小屋裡加上了貓糧。大門子，你吃完就得回來了哈。等了半天，他吃飽了，終於是願意回院子了。然後八條、大壯、小胖全都圍着他，生怕他再跑出去了。看來這院子啊，我還得想辦法再升級一下了。八條應該是唯一一個因為當眾拉屎衝上熱搜的貓了吧？這很丟人的。爸爸，你幹啥呀？給我看看。給你看，你看你哥多厲害。沒事，八條，黑紅也是紅。你現在砸人去球已經沒有用了。大家已經都知道你會當眾拉屎了。這2天帶八條和圖圖到上海參加亞蟲展，路上經過休息站，讓他倆下來透透氣。結果沒走2步就下雨了，八條生怕把自己毛淋濕了，就趕緊躲回了車裡。開車這一路雨是越下越大，但他倆心都特別大，一個在小智的腿上啃腳腳，一個在後座上閉目養神。開了10幾個小時，終於到地方了。八條一看到了，就趕緊湊到前面來，他已經迫不及待要下車了。因為帶了2隻貓嘛，所以我們特意挑了愛琴海這邊的亞朵 S 酒店，它是個寵物友好酒店。剛到大堂，八條就開始巡視了。有時我真的感覺它就像一隻小狗。到房間嘍。人類最應該向貓看齊。我們住的是貓貓房，裡面全部都是貓咪的元素。你倆出來吧，看房間滿不滿意？八條是很精的，他一進屋就知道先檢查檢查自己吃喝拉撒的地方。圖圖年紀小，注意力就完全被玩具給吸引了，感覺他倆對房間還是挺滿意的，一直抱着在床上膩歪。等他們都休息好了，第2天我們就來到了亞蟲展的現場。說是帶八條逛亞蟲展，但實際上每次到展會都是他帶着我逛。這個社牛面對人山人海，他是一點都不帶慌的，不管路上遇到點啥，他都要湊過去看看。你要玩遊戲機？可以來，貓玩家玩，可以繼續玩，可以不上去沒關係。一聽工作人員說可以隨便上去玩，那八條可就不客氣了。八條，你這兒把人東西弄壞了，人家把你扣這兒。那走，走了，八條。
然後8條就带着我往前溜达，走着走着，突然看到前面有個貓砂盆，工作人员還邀請8條進去上廁所，沒想到他還真進去了。但是吧，他可能覺得這個貓砂盆太小了，沒看上，然後就走了。最後他自己挑了個巨大的貓砂池，旁邊圍了一大圈的人在那看8條拉屎，這畫面真的太好笑了。哎呀，快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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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埋上，快埋上！对，快埋！你看他埋得多快！可以埋上。上完廁所，他就帶着我繼續溜達。這一路上，我們看到了好多好多貓咪，然後還看到了很可愛的雪貂，還有很多毛茸茸的小兔子，甚至我們還看到了一隻機器狗。最後8條挑了個賣貓玩具的展位，進去就開始在地上打滾，像極了我小時候上學不給我買糖我就躺在地上不起來的樣子。不買就不走。展會上有很多粉絲都是為了8條來的，跟8條合影的隊伍排成了長龍。不得不說，8條拍照的時候是真的很配合。拍完照，這兩個小家伙都累趴下了，在小推車裡睡得特別沉。不過這次也是收穫滿滿，8條是給小院裡的貓們掙夠了口糧了。從展會出來的時候，一邊淋雨一邊曬太陽，這個感覺真的很奇妙。最後把彩虹送給大家，記得要開心哦。23年的4月，流浪貓大嗓門子因為嚴重的口炎無法進食，過來找人求助。23年的5月，流浪貓厚臉皮子被人打斷了尾巴，毛髮與皮膚脫離。同月，沒滿月的有點淺和有點吵在倉庫裡失去了媽媽。23年6月的一天半夜，我們偶遇了眼睛受傷蜷縮在路邊的有點煩。同月又發現了病殃殃的有點兇和有點短。當他們都被接回了貓咪小院，命運的齒輪就開始轉動了。大嗓門子被我們送到醫院做了全口拔牙治療口炎，雖然過程坎坷，經歷了2次手術，但現在他再也不會因為吃飯被疼得嗷嗷大叫了。厚臉皮子被我們關在房間裡靜養和照顧，尾巴現在已經完全康復了。沒滿月的有點淺和有點吵是最讓人費心的，每2-3個小時就得餵一次奶，還得人工幫忙才能上廁所。有點短，他們3個的狀態很差，不僅得餵藥餵奶，還得滴眼藥水。等他們狀態穩定了，開始給他們洗澡打疫苗。小橘子們會抱在一起睡覺，也會擠在一起吃東西，甚至他們還會一起上廁所。現在5隻小橘子都長大了很多，可以在貓咪小院裡快樂地玩耍了。厚臉皮子和大嗓門子這2隻大橘子，雖然前半輩子在流浪，但現在也算是過上無憂無慮的養老生活了。又想出去玩了？最近每次放8條進院子玩以後，我時不時就會聞到一股臭臭的味兒。今天終於知道怎麼回事了。臭貓，你把我花池當挖盆了！院子裡這花池我一直都沒種什麼東西，因為像百合、杜鵑、繡球花、水仙花等等很多植物對貓來說都是有毒的。做了一大圈的功課，最後我選了月季花，又好看，貓咪接觸了也沒事兒。忙活了一下午，可算把花池都種滿了。這回臭8條應該是不能再進去霍霍。他在花池旁邊研究了半天，實在是沒地兒下腳，最後只能放棄了。我估計他是物理貓砂盆用膩了，想試試露天的，所以就給他整了個露天大缸盆。因為8條是豹貓嘛，野性比較足，所以我特地給他挑了這款沙漠膠感的貓砂，腳感特別舒服，而且沒啥粉塵，不嗆鼻子。看來8條是真等不及了，我剛把盆放那兒，他就跑進去用上。這許翠花貓砂確實是好用，剛尿完就能鏟下結實的一大塊，結團牆不說，還真的不沾底，就算是鋪薄薄的一層也完全不沾。平時消毒好的話都能少洗盆了。遇到下雨天就把盆往桌底下一放就行。有了這個露天盆，8條應該不會再霍霍我的花池了。哎呀，以後你幫我看着點8條啊。8條，今天我們去公園玩啊，帶上小胖一塊兒。咋了，就不想跟小胖玩唄？因為小胖的口水太多了，8條特別嫌弃他，一上車就挑了個離小胖最遠的位置，瘋狂甩尾巴在那表示不滿。到地方以後，先讓8條在小推車裡適應一下，看看風景。馬上就到湖邊了，小胖，我們快點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加油，小胖，今天就当減肥了。好了好了，馬上到了，再堅持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兒，小胖？那湖在後面。小胖，你要去哪兒？小胖，你回來！你是赖皮狗吧你啊？
这刚走几步啊，就赖在你那儿吹空调，人家要做生意拿出来，快点儿！你还赖皮是不是？你再不起来，我们自己走了啊！真是个臭狗！找个好看的湖边，待会儿给巴超他们俩拍点照片。小胖，快点儿，过来！蘑菇，中国美味菇。这是那个吧？中华美味蘑菇，对，就是那个。中华美味蘑菇。你个头啦！说完就看见7个小矮人在那跳舞。来，巴超，喝点水。好了，小胖喝完了，你喝吧，巴超，喝吧。哎呀，小胖，巴超喝吧。你让人家8条喝。小胖，你是真讨厌，怪不得8条烦你呢。我要气死了！他嫌弃的口水味儿。8条现在要烦死小胖了，估计是不能好好拍照了。你跟我生气有啥用啊？你骂小胖去啊！仓庫裡撿的這倆小妹妹，每天都跟個大喇叭似的追着我叫。我要是不理他們呢，他們就會輪流抱我褲腿兒。本來是給他們準備了2個碗，後來發現沒有用，他們就愛在一個碗裡搶着吃。小區裡撿的這個小家伙呢，還在單獨隔離，但我感覺他是有點神經病在身上。救命吧！現在每天還得給他滴眼藥水，但是這滴多了他就煩了。每次我把手一伸過去，他就開始揍我。為了不讓我給他滴眼藥水，他還學會了嚇唬人。你嚇唬誰呢啊？哎，揍你啦！準備好滴眼藥嘍！8條前2天不是主動把自己最心愛的小帳篷讓給了2個小妹妹嗎？為了獎勵她，我給她買了個新的大帳篷。喜歡嗎，8條？你要的挺多呀，都給你買了新帳篷了，還要吃的，真是個臭貓。等我給你拿。之前我不是給8條整了個小推車拿拉東西嗎？這個小車放在院子裡風吹日曬的，已經成破爛了。所以今天我打算重新做一個小車。之前那個小車啊，它用的那個木頭不太好，特別容易壞。所以呢，這次我專門選了防腐木做材料，這樣更耐用，在院子裡風吹日曬的也不怕。小車做好了，立馬就讓8條試試，感覺還不錯。前幾天去展會，8條不是從品牌爸爸們那裡掙了一大車的東西嗎？我尋思也不能光讓咱們院的貓在這享受了，正好今天這小車也做好了，讓8條拉點貓糧和罐頭分給小區裡的小流浪們。不得不說，8條幹這活來是真的很賣力。第一個流浪貓投餵點到了，這罐頭一打開，我嚇了一跳，尋思這肉怎麼黑了？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墨魚味的。現在出發去第2個流浪貓投餵點，看8條那樣，尾巴翹得老高了，感覺他在炫耀自己有小車似的。終於到啦！這一到地方，8條趕緊趴下來休息。還剩最後一個投餵點了，可能8條也知道自己活該幹完了，該下班了，這會兒跑得可快了。到地方嘍！最後一個投餵點特別隱蔽，在最裡面的角落裡。雖然咱們院經常有小流浪來蹭飯，但是還有一些貓咪特別膽小，不敢來院子，所以這些投餵點的存在還是很有必要的。給小流浪們投餵完，我也得趕緊帶8條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了。8條，今天辛苦啦，晚上給你煮肉吃啊。好的，誰教你的啊？給我好好說話。今天要給咱們貓咪小院做全員體檢了。前段時間大嗓門子不是查出來口炎嗎？我擔心會影響院裡其他的貓咪，所以就專門邀請老李來咱們小院做客，順便給喵們都做個檢查。老李一來就跟厚臉皮子槓上了，這個厚臉皮子平時打我可用力了，面對老李居然還知道收手了。開始檢查了。
還好，喵们都没事兒，就是木木和八条牙齦有点紅，平时得注意口腔清洁。给喵们都检查完了，还得给团宠小胖也检查一下，然后还讓老李幫忙給他們都做了驅蟲，用的是這個傑維氏的菲波羅尼滴劑。咱們院的貓經常出門嘛，所以1個月就得做1次體外驅蟲。菲波羅尼的效果很好，可以殺死各種寄生蟲，而且還很安全。傑維氏他們家是15年的老品牌了，用起來也很放心。最後還要檢查一下大嗓門子，他恢復的還不錯，不過為了保險起見，還得讓老李帶回去抽血做詳細的檢查。送老李他們出去的時候，這個厚臉皮子居然還知道跑出來送客，這還是那個只知道打我的厚臉皮子嗎？這貓喜歡拍你？對。厚臉皮子，你小心啊，它會嘎蛋的，你還想再嘎一遍是不是？